我开始帮人家下注了咯。什么？难道你不知道这些都是黑社会在操纵的吗？明天开打之前，我一定把他救出来。谢谢你。你明知道我妈出事了，你为什么不让我用能力？你没发现你最近一用能力就流鼻血吗？你为什么没说你有脑瘤？是你会说吗？请问这里有一位 Annie Yang 吗？医生说他现在还有多少时间？他原本有多少时间？这次是什么？我们今天是夫妻，你的身体有点问题，今天来这里的 VIP 门诊看诊。我身体很好，没问题啊。啊，那就是我的身体问题，你陪我来看医生。 OK。你有便秘问题，因为最近工作太劳累，所以有血便。你到底有多讨厌我？明知道刚好相反。我不要吃药，来，陆太太吃药。我不要吃药，我不要吃药，我不要，哎呀，不要吃药，我不要。203号房需要支援。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我不要病！我不要啊！我不要吃，我不要！喝水，喝水，喝水。来，喝水，喝水。来，嘴巴。陆太太，你又怎么啦？不要吓我们啦！陆太太，陆太太，陆太太！203号房 code blue，code blue，203号房 code blue。赵先生是第一次来吗？对啊，吴飞扬医生这么出名，我太太坚持我要来看一下。是，那赵先生今天是哪里不舒服？我长期鼻子敏感，我太太抱怨我打呼越来越大声，吵她睡觉，再不来啊就要睡街上了。没问题，那2位在旁边稍候一下。好。挺帅的嘛。又有爱心，你看。希望这次啊，客户给的钱够多。这次的费用他们都会买单。早知道安排大家来这里做个身体检查。老公，你不觉得这次我们搞得有点复杂吗？因为这一次啊，我们是在帮保险公司调查医疗集团，会牵扯到很多知名企业，比较敏感，要小心。赵正义先生，麻烦这里请。好。赵先生，赚钱虽然很重要，但是休息时间也是要顾好。其实晚睡不要紧的，重要的是作息要固定，休息时间要足够。他一忙起来连饭都不吃，有时候都睡不到5个小时。这都是现代人的通病。我今天开的药有一颗黄色的小药丸，
建议睡觉前吃，它可以减轻晚上鼻塞的症状。赵太太，这段时间要辛苦您了，要确保赵先生晚上睡觉至少要有8个小时。我相信他的状况很快就可以改善。真的是谢谢你，吴医生，真的是我们的救星。对啊，像你这种良医啊，现在少了，很多医生眼里都是钱。其实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也当过穷留学生。现在有点能力，所以可以帮的我就尽量帮了。对了，你们也投保了伟壮乐的医药险，我们医院也是长期跟他们合作的。就是我们的保险经纪推荐了吴医生，我们才特别来一趟的。哦，赵太太，不好意思，就这么巧，我刚注意到您手上戴的表和我今天用的手表是同一个牌子，很好看。真的吗？真的是一样的牌子，这是他送给我的周年礼物。没想到吴医生跟我喜欢的牌子是一样的。这也算是我们有缘分。不如这样，赵太太，我看您的肤质那么好，能不能赏脸，替我们公司试用一系列我们即将推出的护肤产品？那不太好意思啦，吴医生。小事，只不过这些新产品现在货还在法国，等货到了之后，我会确保您得到一份。那就谢谢啦。没事，谢谢你，医生。得下记得把这贵死人的表给还了啊！真可惜，我还越来越喜欢这只手表在我手上。赵先生，今天您的费用一共是580元。这么贵啊？吴医生替您开了过敏药，然后还有鼻用洗剂以及喷剂。药有分白天和晚上，不同种类，药袋上都有服用的解说。吴医生开的药肯定是最好的。记得服用啊！谢谢吴医生，再见。再见。再见。可以走了吗？谢谢。谢谢。刚才那位女生是吴医生的女朋友吗？如果那是吴医生的女友，那他应该有超过10个女友吧？没有啦，那是药厂的 sales rep， 应该是来找吴医生推销的。如果你们两个在这个时间去我们的医院咖啡厅，那些美女健男 sales rep 可能都比我们的病患还要多。那现在吴医生会在那里吗？哪有可能？像吴医生这种等级的，我们的医院采购都要经过他的批准，那些 sales rep 都要带他去高级餐厅，都是米其林好几颗星的那种。之前还有品酒会，吴医生带了好几瓶回来给我们上网查了一下，每一瓶都要好几百块的。周小姐，来，请帮你脚抬高，很好。这好用吗？对不起，吓到你了。我只是找不到合用的睡眠耳塞。以同款的睡眠耳塞来说，这款它的尺寸比较小，它的回弹速度45秒 ，NRR 值为32，可以隔绝大部分的睡眠噪音。不过因为每个人的耳道大小不同，还是自己试过才会知道。一共32块8，谢谢。小姐，你脸色不太好。小姐，你没事吧？小姐，醒醒啊！小姐。
小姐，醒醒啊！小姐，我可以给你借张椅子吗？好的。小心。先喝点水。谢谢。我送你去医院好吗？你好像很不舒服。不用了，可能是没有吃早餐，血糖有点低。那至少让我带你去吃点东西。我看我在附近买个三文治就可以了。我也还没吃，一起吧。地球不是环绕着太阳转的，而是绕着太阳的智星。没想到你也知道这种冷知识。冷知识，是我儿子跟我说的，他很喜欢看这样的书。那你也应该知道水和恐龙的关系吧？我们现在喝的水，都是恐龙以前喝过的。谢谢。刚才让你跌倒，对不起。小事，回去吧。那么多，对不起，我迟到了。我不是说你可以休假吗？你怎么还来？对呀，不舒服啊，在家多休息。你把王子还有 Jasmine 调去其他的案子，我怕你忙不过来。开会了。这次委托客户是伪装乐保险，他们要调查主要客户奥斯塔医疗集团是否涉及恶意求偿。因为这次牵扯到了很多敏感客户关系，我们调查工作必须低调进行。我跟雷玉今早已经到了奥斯塔医院的 VIP 门诊。这门诊除了收费高，给的药也比一般诊所更多量，而且复杂。同样的症状，在奥斯塔需要收费580元，一般的诊所只需要148元。我只是去看奥斯卡的普通门诊，偏头痛收费328块。我去问了一般药房，差不多类似一样的药，只要38块。有些专利药价格昂贵，又没有代替品，如果没有买很好的医疗保险，一般是负担不起。你还好吧？你要先回家休息吗？你们继续。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采用医药分家的制度，医生只需要看病，病人需要去药房拿药。除了能让药师发挥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能制衡医生开药产生的弊端。在新加坡，医生直接开药给病人，很多医生勾结药厂收回扣，赚黑心钱。这也有好也有坏。医生直接给药可以避免病人看了病却不拿药。有研究报告指出，有医药分家的国家，病人看了病却不拿药的比例高达30%。同样的病，医生开药没有标准可以检视。标准就是钱咯。那些医生哪有可能了解所有的药？还不知道看哪家药厂利润高，或者是哪家卖药小姐比较漂亮？药厂业务应该需要具备专业背景的。完全不用。明天我要到新的公司面试。Madeiram 集团公司大，薪水好，上面还说不需要具备任何药物或者是化学相关的背景。我传了照片过去，没多久他们就通知我，让我明天去面试。还有，除了工资优渥，还有业务提成跟分红，年薪差不多有20万。我听了都有点心动。很好啊，比我的薪水还高。记得多打听一下你未来的老板人品如何，以免遇上我这种无良暴君。我未来的老板是女的，明天初步面试，如果通过的话，我就有机会遇到她。Madeiram 集团新马销售总监潘爱玲。 Frank，
调查一下最近跟奥斯塔有纠纷的个案。我这边会从他们的竞争者下手。OK。林，叫王子分析奥斯塔跟伪装乐之间的理赔资料。我觉得这一次不是几个个案的问题。这个我可以处理。王子已经教我怎么用他的分析程序了。那好吧，你先分析这些理赔数据。奥斯塔集团牵涉的业务很广，和一般医院的财务结构有点不一样，要查出他们的理赔模式有一点困难。没错。凯勒分析了初步数据后，就交给王子用他的方法去查。凯勒，你过来一下。哎，对了，我刚才在路上遇到一个罗先生，他送我来公司。罗先生，谁呀？他想要找我们帮忙调查一个案子，我等一下把名片拿给你。今天发生什么事了？他为什么会送你到公司？刚才我在药房差点晕倒，他刚好在旁边。你要开始下一个疗程了，你今天根本都不用来的。你下一个疗程住哪？医院吗？我跟我妈还有点点说，我会出差1个星期。我打算今天搬进医院附近的旅馆。那为什么不直接住医院？万一你不舒服，或像今天一样晕倒，至少有人可以照顾你。放疗是不需要住院的，我的保险没有涵盖住院费，如果要自付的话要4200块，旅馆还是比较便宜，而且旅馆也很靠近医院，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我就直接去医院了。那住我家吧。我家还是医院，只可以选一个。我不习惯住在别人的家，我有很多奇怪的习惯，你不会喜欢跟我住在一起的。我住旅馆好了。我已经答应 Sister Annie， 如果你去住旅馆，我怎么跟她交代？我家2间空房，我们不会互相干扰，你也可以安心静养。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去接送你。我是为了公司着想，我们现在不能少你这个法务会计。如果你要我帮你保守秘密，就照我的方式做，不然我跟你妈妈说。不行。好吧。那好，回家整理行李，我7点来接你。这次出国要这么久吗？看你脸色这么差，来喝泡参，喝下去补一补身体。谢谢。哎呀，不要为了工作啊，把自己身体搞坏了。我没事啊，妈。哎，点点，你说什么？想睡想跟妈咪出国保护她。好好好，哎呀，你就偷偷的把它放进行李箱里，不要给妈咪看到啊。乖哦。那点点，我知道，不要挑食，还有不要晚睡，还有乖。不要看太多电视。哎，我的手机。哦，我刚刚拿去充电，我去拿。上飞机的时候啊，记得保暖。家里有什么事你就发简讯给我啊。
妈，我先走了。自己照顾自己啊。妈咪，拜拜。拜拜。不要打太多电动。我知道。妈妈，我去 Kevin 家拿东西，很快就回来了。哦，不可以太迟啊，要吃饭喽。哦。弟弟呀，你的数学真厉害！你今年读几年级啦？我阿妈说不能跟坏人说。我长得像坏人吗？他不是超市那个坏人吗？进来吧，鞋子可以放在门口。我先带你去房间。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你准备这么多，已经比饭店舒服了。谢谢你。我没有准备这么多了。啊，对了，我买了这个警报器，如果有什么突发的状况，你可以把这里拔出来，我听到声音就会马上进来了。警报器，130分贝，邻居会投诉吧？哎呀，我听到声音就会马上进来了。你还没吃吧？说说看 ，Madarium 卖的最好的是什么药 Madarium 集团目前销售最好的是专利疫苗 DTP17，光是去年全球超过50亿美元的收入。但目前销售一直往上升的是组织思觉失调的私人案。你的条件不错，除了长得够漂亮，也够聪明，为什么会想做这份工作？我想要赚钱，想要过我想过的生活。整个市场就像是竞争激烈的猎场，除了要够快、够强，还要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更要有豁出去的心理准备。这些你办得到吗？我可以，而且我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我希望未来跟你一样成功。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个代价不单只是努力。只要我想要的，我愿意。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其实男人的心理很简单的，就像吃苹果一样，与其让他吃完一整颗苹果，再问他还要不要多一颗，倒不如只让他尝一口。对待客户，你要做到恰到好处，让他看得到，却不努力吃到。掌握这样的技巧，客户自然买单。邝先生，您是海修制药的主管，在这行很资深，
我们杂志社希望能透过你深入了解目前新加坡药厂推展新药物的状态。现在和以前不同了，以前想要进入这一行的，多多少少都对医药有兴趣，也希望能够把有用的药推广到更多需要用的人。我们已经算是少数不完全以利益为前提的药厂了。现在很多药厂，他们在找人的时候，连最基本的相关学历都不看，而只看外表。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到底他们是在找业务，还是在办选美比赛？我大概读了资料，现在成长最快的是 Madeira， 他们是不是这样的药厂？他们大概是吃相最难看的了。哦，你在写这部分的时候，千万别透露是我说的。孔先生，你放心，我从来不曝光消息来源。哎，其实我也不怕了，反正在做也没几年。这药厂之所以会发展得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经常游走于法律的边缘。什么意思？有没有听过夸大药效、诈欺？其实不完全算，药效确实有被名列出来，只是他们可能把38%或48%的药效讲成是80%或98%，再加上很多病人都信任于医生给的建议。我记得新加坡对药厂的销售行为有制定严格的规范。再严格也是没有用的，这些药厂的手段非常狡猾，一般上在表面上是找不出有任何的漏洞的。这个周末就有一场很大的医学联合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从各地飞来的医生和专业人士至少有4000人以上。这活动的背后都是这些药厂的赞助。找到新工作了？当然，还用问吗？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说越快越好。那你怎么说？随时都可以，因为我想赚大钱。你那边怎么样？我要准备参加一场国际医学研讨会。我很晚婚的，婚后不久，我女儿就出事了。可是，她7岁的时候，却被诊断出她有肌肉萎缩症。那个药呢，从原本的每一颗20块钱，变到后来的每一颗350块钱，我们怎么负担得起？所以我尝试写信给医院、政府单位，跟生产药物的美蝶恋药厂，他们都完全不理我。哥，我女儿呢？她也没有撑过20岁生日。我女儿走了以后，我那个早已经心力交瘁的老婆，也看了几年心理医生，情况是慢慢的有改善。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过正常生活，却没想到啊，我老婆也被诊断出她有阿兹海默症。我们很早就有买伪装了的医疗保险，所以他介绍我们到奥斯塔集团的慈善疗养院。刚开始的状况还可以，我们会一起散步、填字谜、玩扑克牌。我还以为我可以这样陪他到最后啊，但是后来他变得好像一具空壳，
常常坐在那里发呆，对什么都没有反应。我向疗养中心询问他的病情，他们都说医师正在为他治疗，要我签署用药同意书，他们会尽全力帮助他。我签了，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签完那一张同意书之后，还不到3天，疗养中心就打电话通知我说，我老婆突然心肌梗塞，走了。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老婆的心脏向来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我特地去调出她的病历，来周围打听一下，才发现我老婆并不是个独立个案，因此我向他们提出质疑，结果马上收到奥斯塔集团的律师信，还警告我说不要乱说话。如果知道会这样失去我最亲的人，我永远都不会送他去那里的。奥斯塔的会计账目没有太大的问题，索赔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我从过去几年的资料中筛选出索赔案例较多的药物，发现这些药物包括舒宁、斯乐安、抗痛舒、普乐多，这些都是 Maderum 药厂的药。Maderum 跟奥斯塔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我今天接见陆先生，他说他太太临终前在奥斯塔慈善疗养中心服用的也是Maderum的药。我也和海修制药的人碰了面，他报了不少药，但也只能证实现在的医院和药厂有不正常的销售关系。这些药厂的人和医生都不是好东西。医生有好有坏，凡事都要看正反面。比如有帮老板省钱的会计，也有偷钱的会计，是一样的。虽然这些账目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也通过审查，但是一般的会计审查不会去质疑药物的种类还有数量。我发现有很大量的药物都是卖给几间特定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都不完全在奥斯塔旗下，但是他们的理事会组织中都有吴菲恩。吴菲恩，吴菲恩是奥斯塔的创始人，名字出现在理事会的名单里也很正常啊。Frank， 我明天去查一下。我也可以帮忙。不行。凯勒从明天开始休假，这礼拜不用进来公司。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缺人？我有恶性脑瘤，明天开始要去医院做第2次的放射治疗。如果状况允许，我还是会继续工作的。是我让正义替我保守秘密。所以一般来说，这里平均一个护士要照顾多少个病人？我们这里的比例大约是1对8，因为我们的收费很低廉，又提供部分的免费床位给较低收入的家庭，这比例算是很不错的了。有些有特殊需要的病人，我们就会建议他们找私人看护。哪医生呢？我们这里的医生都是奥斯塔医院内科和精神科的医生，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会到这里来无偿服务至少1天。无偿服务，这些医生人真好。对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里有很多患者排队想进来的最大原因。不好意思啊，我这样问可能会有点没礼貌，
但如果每个医生只来1天的话，那我妈妈住进来以后，有一些用药还是症状的问题，应该问谁？我们有个主任医生会控管所有医生的处方，病人的用药也会经过他的审核，然后每个病人都有指派的主治医生，你们可以放心。请问主任医生是哪位？当然是我们奥斯塔医院的创始人 Dr. Wu 吴飞燕医生。总监，你找我吗？进来。员工手册你看了吗？看了，没想到规则那么多。我在5年内让 Madarium 新马公司的销售额增长3倍，都不是靠这些规则办到的。坐。我觉得你很有潜质，我相信你有能力和我一起创造更高的销售业绩。你有信心吗？谢谢总监对我的信任，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到。不过，我们真的没有所谓的界限需要遵守吗？公司会不会介意？其实我和公司早已经有了默契，只要不是公然违法，我可以自由发挥。放心好了，我会带着你的。现在真正的员工训练才要开始。我先给你5个医生的联络方式，1个礼拜内，让我看看你能和他们建立起怎样的关系。陈医生你好，我是 Madarium 的 Ray， 您辛苦了，这是您的 latte。我有乳糖不耐症，不能喝 latte。都怪我没说清楚，这是燕麦奶特制的 latte，double shot， 还热着呢。这新人挺机灵的。这是我的名片，希望有机会可以和陈医生坐下来好好聊我们家的新药。好，我礼拜1下午有空。好，谢谢陈医生。每个医生都不一样，作为成功的业务，最重要的就是摸清楚客户的个性和需求。送去了没？大小姐，我办事你放心好吗？2个小时前就送到了，他眼睛都亮了。谢啦，欠你一顿。说话要算话哦。我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要给病患更好的治疗方式。最后，我想再一次提醒我自己，有时候身为医生的我们，可能会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疾病上，多过于病人本身。但其实，医生必须要具备对病人的同理心，才能够去对抗加诸于病患身上的疾病。就如同我医生誓词里所提到的，我将凭我的良心和尊严从事医业，病人的健康是我的首要顾念。我会一直努力秉持这样的理念。那今天就谢谢大家。郑医生，咖啡吗？谢谢。我很赞成你刚刚说的，医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病人身上，多过疾病本身。这常常是一种盲点。你也是医生？啊不，我只是对这方面有点兴趣。哦。今天来的人真多。其实我也是在上场之前啊，他们才告诉我今天出席的状态大概会是这样。你是说主办的药厂？对，是 Madarium 邀请我来主讲的讲座。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他们大概是
看了我之前发表的文章，里面有提到他们的药，所以他们的人就来联络我。其实我也知道，他们是想说服我，让医院多采购他们的药。我原本以为今天可以借用机会来分享我的研究，结果，我看到今天好几场活动都是本地人主办的，这药厂成立不到10年吧，怎么这么有钱啊？这几年他们爬得特别快，还拿了很多专利，所以钱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那些从国外被邀请过来的医生呢？大概是在赌场、滨海湾、圣淘沙之类的地方吧。他们也是被药厂直接招待，借着出席研讨会的名义，其实就是来玩的。那些活动啊，他们根本没看在眼里。这合法吗？这是学术活动，当然合法。你一定觉得很惊讶吧？我的爸爸也是医生。他说，以前这些药厂啊做得更夸张，会直接送现金。那现在有法律的约束，他们反而变得更聪明了，赞助学术研讨会、办讲座。那到头来，很多医生就不知不觉拿人手短，自然会为药厂带来更多的收益啊。阿嬷，我做完功课了，我现在去 Kevin 家打电动。他说他晚上会叫披萨，所以我吃完饭了再回来。好，不要开始哈，晚上8点前要回来，知道吗 ？OK， 拜拜。好，拜拜。坏人？你明明没有出国，为什么不要回家？你这样瞒着他的话，你只会把他伤得更重。我会很努力的陪你久一点。谢谢你这段时间帮了我这么多。你和正义凶手是男女朋友吗？帮我多采购20万颗斯乐安，无非让奥斯塔大量采购本地人的药，从中获利。如果你能够让他签下订单，我就让你知道我们最大的客户是谁。我好像真的变成那种出卖灵魂的药厂业务。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罗先生吗？赵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